就是中国人，我就是不能你说我们中国不行，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其他国家骗子，不行你就回复我们中国。你在这里说了多久了？就是啊，我们都听不出一点了，我告诉你。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刚才那段影片只播放了一部分，后面有动手打人的画面，我就不播放出来了。这是在中国的高铁上，有一个乘客可能跟别人聊天或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前面没有拍到。他说了一些话，结果激怒了在场的这个大姐，他上前揪住对方，不依不饶，说我是中国人，我不允许你说我们中国不行，甚至还对他进行了这个掐喉的动作。另外还有其他人也支持这个大姐啊，都共同的去攻击这位男子。这位男子也不服，当面对质，然后双方就产生了激烈冲突。结果列车上的警务来了，把这名男子带走。你现场发生争执啊，因为一些这个意识形态问题，这个我觉得都很正常，在任何国家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矛盾，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思想保持统一一致。但问题在于，警察来了应该抓谁？抓那个破坏秩序的人，抓那个动手打人的人，但是却把这男子抓了。这男子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说了一些话，让其他的人感情受不了。当然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的到底那男子做了什么，但是如果说他只是跟朋友聊天，被别人听到了，觉得你说中国人不好不行，他就很愤怒。问题出在那个愤怒的人，而不是出在跟别人聊天的那个人。虽然在这种公共场合，其实讲那些敏感的话题也不应该啊，肯定会给你招麻烦嘛。但是毕竟这是他的个人自由。可是警察完全不讲是非，完全不讲法律，轻易的相信现场的群众，把这人男子揪走了。所以我看到就会觉得，这不就是当年文革时期或者是毛泽东那种集权统治下的中国再次出现了吧？所以我在推特上面开了一句玩笑，我说现在民间这种批斗揪坏人都已经出现了，甚至都快出现武斗了。那么官方的反革命批斗大会估计也快到了。有人想知道他说了什么，但另外一个人讲说了什么真的重要吗？就是他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了，是非对错并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伤害了别人的感情。你伤害了感情，即使你说的是对的，说的是有道理的，你也有错，你要抓你。这不就是最近的这个社会治安管理条例规定的新的内容吗？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啊，但是我们都看到了。所以说这就是未来这个国家的变化。而且这个影片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发布之后，底下的评论一面倒的都在骂这名男子，说他是行走的50万，还觉得那位打他的女人是很霸气。而且列车员或者警察在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也不应该和稀泥，应该态度明朗，站在有理群众的一方站在群众的一方去批斗这个人。但是也有人说，警察把他带走会不会是因为怕他被群殴？但是还有人说，应该把这个人带到警务室狠狠的修理，并且责令他要不然道歉，要不然就拘留。谁说女子不如男，女人也能顶天立地，致敬佩服。当年的红卫兵里边也有很多女性啊，她们打起人来，她们拿鞭子抽起这些知识分子，抽的也挺狠的，并不比这男的温柔啊。这跟男女没有任何关系了，都是革命群众嘛。然后后边还有人说，对这样吃中国饭砸中国碗的人必须严惩不贷，列车员做的不对，不道歉不能让他走，应该依法处理。太棒了，希望抖音和警察一起把抖音上的舔狗都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了，现场的围观群众和网上的围观群众都形成了统一战线，都觉得这个男子太可恶了，居然说中国人不行但是他怎么说中国人不行呢？是批评了华为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些人他们不觉得自己错了，他们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而且你只要被他们看作是行走的50万，看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那你就完了。法律都保障不了你的权利，法律反而是专门治你这种人的，治你这种跟中央没有保持一致的人。这就不是共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专政吗？就是专你们这些人的政。好了，历史又再次的重演。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孤立，只是发生这么偶尔一两起，可是问题在于它虽然是一两起，但是也能看到了整个国家的变化。在其他国家几乎都不可能出现这一两起，警察把那个说话的人带走了，打人的人反而放掉，这个有道理吗？但是在中国这就有道理，而且马上就有法可依了。警察这么做就马上就有法律依据了，因为你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伤害感情罪。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敢在公共场合说话？网上会删帖封号，甚至是警察敲门，然后在公共场所你说话还被民众批斗，被警察带走，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生怕说错一句话。当所有人都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甚至不敢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那么慢慢，所有人就没有了想法，所有人都变成了行尸走肉，变成了这个国家机器下的一颗颗螺丝钉。到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就变成了军国主义国家，就变成了法西斯国家。这就是我之前一直在重复的，中国正在从一个威权时代走回集权时代。到那个时候，跟全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终极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实如果看到我们过去这么多节目，也能够判断出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孤立了。在14号，网上有不少网友反映说，他们买的小米 AI 音箱出问题了，这个叫做小爱的智能个人助理疑似出现故障，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回答中国是民主国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网友录下的影片。小爱同学，在连接蓝牙。中国是民主国家吗？小爱同学，我在。卧室湿度。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拥护。小爱同学，在。公鸡怎么叫？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拥护。小爱同学，哎，给宝宝讲故事。中国是民主国家吗？小爱同学，在。把灯光的色温调到月光模式。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拥护，是真正的民主，管用的民主，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小爱同学，哎，把灯光的色温调到最高。中国是民主国家吗？在微博上面有很多人打出了文字啊，说这个家里的所有的小爱同学音箱都抽风了，问什么都回答这两句，难道这是服务器被黑了吗？还有人说让这个音箱去关空调，结果他问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所以有些网友觉得特别可怕，是不是有敌特分子黑了小爱的网络呀？就算是有敌特分子黑了小爱的网络，那个敌特分子也是习近平啊，他通过这个小爱给所有人洗脑，告诉大家中国是民主国家。他的原话是：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拥护，是真正的民主，管用的民主，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你哪怕你问他几点钟了，他都在不断重复这句话。我刚说过，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集权时代，这个集权可是一个数字集权，就它可以利用很多的高科技设备，包括大街小巷的这种摄像头，哪怕是农村是乡间小路，半个人都没有，还有好几个摄像头盯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的监控。奥威尔小说《1984》在中国实现了，所以通过小爱，通过这些 AI 设备、智能音箱去给大家灌输意识形态，这是很可能的。虽然这一次很可能是一种故障啊，也可能是他们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不小心影响到了很多客户家里的音箱，但是这可以说明他们正在试图用这种方法，或者说在准备用这种方法，正在植入这一类的软件啊或者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也可以开玩笑说，是不是这个 AI 都已经害怕了，都在这种越来越严密管控的一个社会，越来越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他都忍不住要不断的表态自己的政治立场， AI 都怕被批斗。我说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的3大部门联合发布了通知，要求规范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终端管理，说要加强车载音视频管理。这个通知是来自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知要求加大主流媒体优质内容生产，说鼓励各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做好主题主线宣传，制作生产更多优质精良人民群众喜爱、符合车载音视频特点的视听节目，巩固和壮大主流声音。说的真好听啊！什么巩固和壮大主流声音，明明就是加强官方的意识形态洗脑。因为你要这么做的话，你首先要把那些不同的声音、那些杂音全都去掉，这样的话才能统一思想，对吧？所以紧接着通知后面就讲到了，说要加强对车载网络音视频的监督管理，只有取得相应资质的车载音视频的应用软件才能加装到车载系统。要持续清理非法应用、非法节目，严厉打击违法擅自冠名电台等名称的行为，说遏制有害内容传播。什么是有害内容他没说，当然就是非官方内容都是看作是潜在的有害内容。说整治违规开展车载网络音视频服务的行为，要推动主流广播电视节目在车辆空间广泛传播。就是你开车的时候，
你也要听习近平的讲话，你也要听共产党的宣传。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做了一期节目，特别强调了在中国有一个新闻，在某个城市的农村安了几千个喇叭，干嘛用啊？说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习近平思想，对吧？说目的是让大家在田间地头也能感受到中央的精神，就是说你在农地里干活的时候，还有大喇叭给你洗脑。现在开车的时候也有电台给你洗脑，每一个东西都跟新闻联播一样，你看不到任何的真实的消息，任何的非官方的渠道的信息，它等于把所有的社会沟通的管道全部封死。因为有人可能会通过电台，然后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对吧？说出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政府的备案。当然现在有可能很多是非法广告，但是这个通知所谈到的跟非法广告其实没关系，它不是专门整治非法广告的，它提到的是所谓有害信息，对吧？它提到的是中央的声音，所以可以看得到它非常明显的政治宣教的目的。这个通知的第3条第3项就讲得非常清楚，说要提升从业人员的政治敏感性，加强对有害声音节目的鉴别能力。他第2项也说到了，说严禁篡改节目内容，插播有害信息，确保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安全。他认为这些人们收到的信息是所谓的文化阵地，思想文化阵地啊，这是什么叫阵地？打仗嘛？他觉得这是战场。共产党的思想意识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地方都当作战场，因为它是一个革命政党，它是要不断的破坏、解构、颠覆、革命，所以他把所有的地方都当作战场。连个汽车音响节目，他都能说这是阵地，是战场。他要跟谁打仗啊？跟所谓的敌对势力。所以这不是什么对付小广告的事儿，这是要加强洗脑，要把所有的人们可以收到不同信息的渠道全部封死。时间长了，大家可能逐渐就改变思想了，就觉得过去改革开放是不对的，因为他不停的给你宣传嘛。现在可能觉得大家都支持改革开放，对吧？支持融入世界，但慢慢，他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最终就把人们的思想给改变过来了。就像过去我们翻天覆地做主人了，结果后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要搞阶级斗争，大家都赞同阶级斗争，然后阶级斗争之后呢，突然告诉你要致富光荣，然后大家相信致富光荣，这都是政府通过洗脑教育和强制力把新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民，甚至不同的说法前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不管你怎么说，中国人民在他的洗脑跟控制下都会支持他。所以现在的习近平要为未来铺路，就是他今后要做一些事情，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同意，比如打台湾，比如说闭关锁国，比如说与美国为敌，否定改革开放，这些事情可能大家都不同意，没关系啊，我先给你洗脑，先把所有的信息就给屏蔽掉，然后慢慢就把所有人都说服了。大家同时也看到了，不费说服那些人都已经进监狱了，这时候大家还反对吗？不敢反对了吧？他不就是想干嘛干嘛了吗？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中国面对的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